大人请看。展护卫这是何意？大人可曾看出这2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？这2枚制钱除了一新一旧之外，并无不同啊。公孙先生，你拿着试试。这2枚制钱的重量的确不同。不错，差距虽然不大，重量的确不同。旧钱使用日久，或是沾上污渍，或是铜钱生锈，因而变得较重，也不无可能啊。这些都是旧钱，重量也差不多。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，新钱反而比旧钱重。新钱是重了些，这就有违常理了。朝廷所发的制钱，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掌控，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，这也不足为怪呀。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，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。属下认为，这就是不寻常之处。这新钱的花纹略为粗糙，而且重量的确有所不同。不可能，新钱出厂之前，都派由专人负责查验，若有瑕疵，当即销毁重铸，不可能流入市井之中啊！大人，可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。哦，难道说是伪造假钱？大人，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，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，若是不能大量流通，则获利有限，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。就算有人贪图这不法利益，只是如今既已流入市井，恐怕也难以追查来源。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，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。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，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。哦，真有此事？大人，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？大人，这件事是否要追查下去？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，则此事非同小可，非但影响朝廷财政，甚至动摇国本，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。此事当然非查不可。你二人分头查访的结果如何？根据市集摊贩的说辞，使用这些新钱的，并不是特定的几个官兵，而是全营官兵都在使用。学生在营中也略作打探，官兵手中的新钱，也都是在军饷发放的时候领到的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营中的军需官员所发放的竟然是伪币。正是。
那一定是军需官员使用假钱图利。不能如此断言。或许正如展护卫所言，他们违法图利，也或许连他们本身也茫然无知，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所发出去的是假币。大人可要立刻召胡方前来问话。不，天色已晚，多有不便，暂且不动声色，待明日一早再带他前来询问。难道大人怀疑他涉案？不会吧？胡方把军队整顿得很好，按理说，应该不会做这种事。并非本府对他有所怀疑，然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涉案的可能。可胡方手底下有2500人，从中又能获得多大的不法利益呢？哎，如果涉案的不仅是登州步军，而是在市井上广为流通，那就可观了。如今不宜妄加臆测，无论假钱的来源为何，流通多广，既然是在此地发现假钱，就必须由这座军营查起。包大人召末将前去，可是打算离开军营了？包大人在此地还有未了之事。什么未了之事？召你进帐就是为了此事。展大人可否透露一样？你担心什么？不是末将担心，包大人一向行事周密，言出必行。突然决定留在军营，必然是有极其特殊的情形发生。如果事先能够有所准备，总是好些。只要你行事端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一无所惧。是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胡指挥免礼。末将若有怠忽职守之处，请包大人惩处。哦，你有何怠忽职守之处？这，末将不知。既然不知，何来惩处之说？大人召末将前来，想必是查出末将有所疏失。胡指挥不要多心，大人召你前来，自然是有话相询，却未必是胡指挥的疏失。是。请教胡指挥，官兵的军饷都是由何人在何处发放的？是由军需发放，登州步军各营分驻各地，也都是由本部军需前往发放的。本部军需又驻守于何地？回包大人就在此地军营之内。好，你带本府前去。包大人，莫非是军需出了问题？本府只是前去查询，而非判定，你不必焦虑。末将。胡指挥，带路吧。是。启禀包大人，他们就是营中军需。参见包大人。本府前来是查询营中财务之事，你们要据实回复公孙先生的询问。是。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？是属下负责发放。官兵军饷有整有零，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？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，已经储备零钱，不需另行兑换。哦，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？军中用度也需用制钱，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。可否打开让我看看？当然可以。
这些制钱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。公孙先生，登州禁军军饷虽说是朝廷拨发，却是由登州湘军转发。禁军直属朝廷，湘军隶属地方，两者之间又怎会相互牵扯？启禀包大人，登州地处沿海，禁军中除了有步军、马军，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，驻守沿岸海防，而且驻地分散，路途遥远，运补不易，一贯例均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。原来如此。湘军的指挥历由地方知州兼代，登州可也是如此。回包大人，登州湘军正是由知州程元兼任指挥。本府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？是。这批新制钱，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？回公孙先生的话，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，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，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。你们可曾提出质疑？哦，有，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，原来就是如此。公孙先生，啊，应该不会错，麻烦你们了。大人，学生已经问完毕了。既然如此，随本府回帐。包大人，胡指挥可是心中大惑不解。是，请包大人开示。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，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，若非必要，又怎会轻易改变呢？包大人是说，官钱改版牵扯甚广，必定会先期通报周知。官钱根本就未曾改版改铸，那些制钱都是伪币。大人，末将对此事绝对一无所知。胡指挥，你不要惊慌。要是大人怀疑你的话，就不会告诉你了。方才当着军需官的面，若是说的太多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你坦然让本府前去军需查验，足可证明你心中不虚。本府自然对你不再有所怀疑。谢包大人对末将的信任。伪币既有来源，循线追查必定能有所获。此事不宜声张。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。那就好。大人要追查此案，可有末将效命之处？眼前没有，若有需要军队支援，本府自会随时通知。末将随时待命。本府暂留你营中，待明日确定追查方向之后，再定行止。是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件事情一直不太明白，大人可否指点迷津？展护卫，请说。朝廷铸造发行的官钱是铜钱，可是铜的本身价值就很高，甚至超过了铜钱本身。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挖空心思铸造假钱？当中难道还真的有利可图吗？展护卫说的不错，铜贵钱鉴的问题由来已久，朝廷也正在研拟解决之道。不过，既然有人私铸假钱，必然是有利可图，所以才甘冒杀头之罪。大人，民间常有人把铜钱融化之后取其原铜，再经过加工制成铜器，其价值反而超过了铜钱本身的价值。
连朝廷的钱监里都发生过融化旧钱、铸造新钱的情形。大人，学生方才在研究这个假钱的成色。如果有人把真钱熔掉，取出原铜，在铸造假钱的时候减少铜的分量，这其中的差异便是利润之所在。不错，公孙先生能否说得明白点儿？好，钱监在铸造官银之时，铜占6分，锡铅合占3分。倘若把铜的成分降低至2分，将锡铅提高至7分，那么在扣除铸造之时的火耗、人工、磨损，1枚真钱足可以制造出2枚假钱而有余。原来如此。这些新钱所以比旧钱重，就是因为铅的成分放多了。很有可能。如果把这些假钱重入熔炉，确认其中铜、铅、锡各占的分量，就更加明确了。可是此地既无熔炉，又无工匠，又该如何查证呢？不，此地就有。军中的兵甲辎重，甚至于马蹄铁，都必须要自行熔铸锻炼。胡方这座军营之中，必定也有所需的物资。明日要他派人前来协助，便可查证明白。那查清楚之后，对案情有何帮助？查清成分之后，一则可以估算其利润，而推测其流量；再则可以从铜、铅、锡这些材料来源，追溯出可能铸造的地点。总之，此案若要追查，就必须多方查证，齐头并进。就以公孙先生之法，先查明铜钱的成分吧。是，学生明日立刻去进行。公孙先生，还需要什么，请尽量交代。不用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多谢胡指挥。包大人把那些铜钱融化了干什么？胡指挥，包大人做事自然有他的道理，这些胡指挥就不必过问了。是。我还有事要向包大人禀报，胡指挥，公忙去吧。是。铜的分量果然只有2分。是的，和学生的推断完全相符。如此说来，每一枚铜钱在经过熔销重铸之后，的确会有1枚多的不法利益。这也难怪会有人铤而走险了。可他们想要庞大的利益，必须要大量发现。80万禁军，每人10枚，就有800万枚。难怪他们会用发放军饷的方式，让假钱出手。不，以他们的力量，应该没有办法掌握全军军需的发放，而且以质量的粗糙而论，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不错。若想掌握全军，除非连三司及枢密院都有人参与其中，应该不至于如此啊。或许只有少数的军营地区才有这种情形发生，应该还有其他的流通方式。
可只有军队才能有这么大的流量。铸造假钱的人，难道还掌握了其他更好的方式？流通的方式必须要顺理成章，而且能够确保不被察觉，的确不是很容易。大人，学生以为追查的方向应该指向必须大量使用铜钱的地方。溯本追源，不妨就由发放伪币的登州湘军查起。大人，由此处前往登州城，不止1日的路程，至少还需外宿1夜，方能在明日中午以前抵达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启程。都还平静吗？是。此地地处偏僻，又没有地方军队驻扎，而且我们都对这里不熟悉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是。大人就在这里住1夜，如果被人惊扰到，我可就为你们试问。是。大人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吧？既然是奉旨出京，任何地方都可能要去。驿馆原本就是让往来官吏暂宿之处，虽然简陋，却可免去露宿之苦。本府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属下记得，当年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也常常风餐露宿，这种日子不好过啊。展姑娘可曾在江湖上闯荡？那倒没有。不过她从小最爱听在下说一些江湖掌故，所以从小她对江湖上的一些小小的伎俩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属下只是担心她和唐真在登州会闯祸。展护卫，不用担心，相信展姑娘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对了，大人，假铜钱由登州湘军发给胡风的禁军，那程元兼任登州湘军指挥，此案会不会跟他有关？难说。那程元虽然仗着庞太师撑腰，但却也未必敢犯下如此大罪。不过，2任通判疾病身亡，的确匪夷所思。到了登州，还是得从程元身上着手追查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明日何时可以抵达登州城？各地驿馆之间距离30、50里不等，由此处到登州城正好是30里地。明日清晨出发，4时便可抵达。展姑娘和唐真已在登州城数日，明日到了，相信就可以告诉我们，那程元究竟是贤是愚，是忠是奸。那登州城究竟是否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唐真既然叫展云主动来跟我们接触，那我们就先不顾忌他。倒是徐谦那个老头子挺烦人。我们既然已经答应程元处置他，万无，庄主放心，我今天晚上就会对他下手。好，要干得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庄主尽管放心，我还是用对付陆星的方法来对付徐谦。徐谦这老头年纪大了，他是觉察不出来的。你只要能解决问题，随你怎么干。
查出来没有？展云到底是什么人？没查出来，江湖上根本没有这号人。有那么一身好武功，不是江湖人。庄主，不管他是不是江湖上的人，他肯替唐真来要好处，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了。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。什么意思？凭他的武功，如果肯做违法的事，怎么能看上你们那点好处？严冬，那你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是你们的事，我没有义务替你们出主意。我明白了，他今天前来，绝不是为了跟我们合作的。他是来摸底的。那我找人把他除掉。你办不了。庄主，哎，连严冬，他都没有把握，就你那帮人，更别提了。庄主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慌，他既然是乔装改扮前来示好，必有企图。好，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少爷，你说展公子能把账册拿回来吗？老管家，闭上嘴，慢慢等。展公子，你回来了。展公子，四海钱庄往来的账册都在这儿了。少爷，快看看有没有成员的名字。不急，就算有，也不会明目张胆的，必须要花点时间做个前后比对。我带回房间去连夜查看，你们就先休息，明天再来研究吧。好吧，我说过查阅账册就靠你这个登州通判了，等查出结果来再说吧。嗯。展公子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事情太过简单，也太过顺利了。那是命中注定，成员的罪证让我们拿到了。我还是觉得事情有点不对。不管如何，等少爷把账册看完之后再说吧。庄主，展云果然去了钱庄，而且带走了账册。哦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哎，看来他们是盯上成员了。哼。
居然敢在我的面前耍花招，这是他们自找苦吃。段武，你确定会有效果吗？错不了。展云带走了账册，就好比把勾魂使者带回了他的官邸，只是这次不知道倒霉的是哪个了。明天早晨必有效果了。不管是唐真，还是那个展云，总有一个永远不会给我们找麻烦了。雨竹，少爷，你需要些什么？什么都不需要，只是你需要去睡觉了。我不困，不困。好了，别撑了，犯不着大家都不睡嘛。好了，快下去吧。可是，这样我才可以专心的查，不必担心你啊。少爷，那我先去睡了，有事儿你随时叫我啊。快走吧。哦。嗯。大人，是否需要暂停休息？距登州城还有多远？大概10几里路吧。本府还撑得住，直接进城吧。是，出发。怎么样，查出来没有？没有，这账册之中根本就没有成员的名字。怎么可能呢？李坤明明交代刁赞比照成员开了一个账户，成员怎么会没有在账上呢？会不会用别人的名义？对啊，我也是对李坤这么说的，叫他用我的名义来汇款，说不定啊，成员也是这么做的。也不可能，我昨天仔细查过了，账册中并没有同一个户头的大额往来记录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四海钱庄遍及全国，往来的金额绝对不会小。
这账册啊，一定有问题。啊！你嘴唇怎么那么白啊？少爷从一早起来就不舒服了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哎呀，没事的，或许是看了一夜账册，有些疲劳罢了，没事的啊。少爷，你先别说话，也别动，我去叫大夫来看看。你把少爷怎么了？他不是生病，是中毒了。啊？中毒？那怎么办呢？你们不要担心，我替他阻止了毒性蔓延，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张公子，那你能替少爷解毒吗？我不行，但是公孙先生就没问题了。那包大人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是啊，应该快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把少爷抬回房里休息，我去请包大人把公孙先生带来。少爷，来，少爷。属下已经把徐谦那个老家伙给处理掉了。属下也通知了陈元，他会负责善后。除掉徐谦，我们是给他清除障碍，剩下的事就应该由他负责。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插手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昨天那本账册产生效果了？成员那边有消息来，是唐真还是展云？应该是唐真。成员说他得了疾病，没有去周围。那就不会有错了，是无影散的效果了。可惜啊，展云对我们的威胁要比唐真大得多。展云可以交给严冬吧？庄主不是说了，我们最后还得靠严冬吗？什么？哼！我们不能全指望了严冬，他替我杀人，那是有条件的。咱们能不用尽量别用。我说你怎么总是跟他过不去啊？啊，庄主，不是我跟他过不去，实在是因为他太盛气凌人了。更何况这次在对付展云和唐真的问题上，他一点力都没出过呀。那是我没让他去。你看他不顺眼，他还对你不满意呢。我又没得罪他，他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很简单，他始终就不赞成你那无影伞。他说那套在江湖上根本就不入流。庄主，要不要派人打听一下唐真的情形？段武，你说呢？还有这个必要吗？庄主，我有把握，不会有问题，他必死无疑。你有这个把握就好。只是新到任的通判得了疾病身亡，恐怕这回朝廷不会再轻易的相信。那是成员的事，朝廷、官府是他的责任，扯不上我们，我们也不用替他操这个心。公孙先生，公孙先生，公孙先生。
会中这种毒？公孙先生，你知道少爷中的是什么毒吗？这种毒叫做无影散，药成粉末，无色无味，很难察觉。我之所以觉得奇怪的是，因为此毒乃是出自天竺，而非中原之物。如果是无色无味，怎么知道是无影散呢？此毒有个特殊之处，中毒之初并无异状，只是一旦毒性进入体内，原本无色，却会在颈脉之间排出一抹淡红的汗渍。一旦全数排出，中毒之人立即毙命，因为此时体内已无残毒，很容易被误判为疾病身亡。那唐真现在的情形呢？幸亏你及时封住他的穴道，阻止了毒性在体内运行。只要用金针把体内残毒逼出来，再服几贴药，当可不碍。多谢公孙先生。老管家，请你准备笔墨纸张，好开药方。好，我去拿了。哎，等一等，要避开府里的人，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唐大人的情形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老管家，麻烦你烧1大桶热水来。好。公孙先生，刚才情况紧急，来不及问，你们怎么那么晚才来登州呢？一言难尽。路途中发生的事情，恐怕跟登州有关，还是等大人从州衙回来之后再说吧。登州知州程元参见包大人。这位是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，展护。啊，原来是展大人，失敬。好说。下官不知包大人驾临登州，所以未曾远迎，还请包大人恕罪。本府奉旨勘察边防军务，视察登州州政，是皇上要本府顺道看看，又何须劳师动众，惊扰地方呢？包大人体恤地方官府，下官不胜感激。不知包大人打算在登州停留多久，下官也好安排住所。那就不必麻烦了，本府在登州自有住所。包大人打算暂居何处呢？登州通判官邸。怎么，程大人何以如此震惊？不，下官只是一时不明白。登州通判唐真，乃大人的门生，大人想借此机会师生叙旧。程大人，你认为不合适吗？合适。下官不知包大人是唐通判的恩师，所以一时失态。本府闻听，唐真新任登州通判，既然来到登州，不妨与他叙一叙。唐真如今可在州衙？回包大人，唐通判今日告病，正在官邸休养。他生的是什么病？下官不知。下官本想派城中大夫前去探视，可是通判官邸婉拒了，所以想来并无大碍。本府这就去看看。下官立即增派人手护卫包大人安全。用不着，本府自有随行官兵，将通判官邸的衙役和府内的差役一并撤除。是。
要让衙门里的人任意进出。有事情随时来报。是。唐真身上之余毒已经全数排出，休息一阵便可无碍。现在他正在昏睡，依学生估计，晚上便可醒过来。他人在官邸之中，又怎会遭人下毒呢？毒是下在账册上的。无影散是涂在每一页的下角，一般人为了方便，多半以口将手沾湿，便于翻阅，因此中毒毫无所觉。这是江湖手法，用无影散是江湖中人所不耻的行为。他们一定是故意让我偷走账册的。且慢，你虽说成员大有问题，但本府对此间情形尚不了解。登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本账册又是从何而来？四海钱庄，